说到白冷圳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总督府当时以低于市价4倍的价格强行征收土地，爆发了台湾史上第一起农民抗争——马利埔事件，出现严重的死伤惨剧。大南庄正苗养成所成立以后，为了节省经费，无偿征用当地居民建造白冷圳，但在完工后却不开放给一般农民使用。同样的这一条水圳，却在现在造福了当地，究竟是好是坏？不同时空背景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嘿，大家好，我是演员，没想到吧，白冷圳还可以拍到第3部。今天就从这边继续出发，走前往白茅台唯一的一条道路，进入白茅台。今天没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抵达起点了。今天我要再次使用这一本白冷圳重建工程规划平面布置图，深入探索白冷圳在山中小径中的隐藏设施，以及最后这6公里的水圳路线特别的观光景点，一起来寻找这条水圳的源头，以及它与在地居民的故事。往回走，右转进原本是麻竹坑车站的福兴社区，走这条不知名的产业道路，沿着大甲溪进入白茅台。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隐藏在果园里面的一座水桥，以及上一部影片最后的隧道另一边的入口处。好了，我现在来到白茅台地区了。前面这个地方本来有一个阿寸溪车站，然后我们转过身。这个地方上去就可以遇到4号渡槽，也就是福兴水桥。走这条野溪旁的道路陡上，马上就可以看到4号水桥的身影。这个地点在 Google 地图上标记为水桥樱花隧道。这条水桥也是在921大地震震坏以后重建。走在下方，这条水桥意外的巨大，非常壮观。哦，真的是陡上，让我喘一下。不过后面已经可以看到水流了。前面有一个牌子写6K00，也就是白冷圳6K 的地方。那边就是4号渡槽。往水桥另一端的果园走，入口处2侧种植的樱花，形成了一座隧道。如果在开花季节来到这里，一定是非常适合拍照的地点。4号渡槽在别人的果园里面，然后这里超级矮的，我一定要蹲下来。好，我们走回去吧。刚刚好像在撒农药，所以我们不要在这边待太久。接着往前走，看能不能看到4号隧道。4号隧道应该不远啊，希望这一次的路况会好一点。先确定一下有没有咬人猫哦。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好，那就可以往前走。又是走进这个看起来没什么人走的路线，穿过各种比人还要高的草丛，前进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没错，这个地方就是4号隧道了，不过牌子已经不见了。这个水流流过去，然后就直直的穿越这一座山。然后下一个出口处呢，就在我们上一次影片结束的地点5号渡槽那里。好啦，4号渡槽也看了，4号隧道也看了。接着呢，我们去看看下一个有办法看到的地方。开车穿越这个原本是阿寸溪车站的小聚落，我要去看看1号导虹溪馆。没想到这里竟然可以开到2间杂货店，但是当时的车站站房好像都已经不见了。好啦，各位，我现在在这个福民桥这边有一个阿寸溪的1号导虹溪馆。今天蛮幸运的刚好有除草过，可以走进去了太好了，运气真好。我有看到影片下面有一则留言跟我讲说，他来找1号虹溪馆找不到，因为杂草太多了。现在杂草都除掉了，可以来看看了。那个地方好像还有旧的虹溪馆我看的文献上面说拆掉了，但实际上还在。水管的顶部看起来非常的滑哦，我可不想跌倒啊，所以我不走过去了。这也是日治时代建造白冷圳的第1条虹溪馆。这条导虹溪馆全长134公尺，出口与入口的落差只有0.9公尺而已。通过阿寸溪谷旁边就可以看到被地震震坏的旧虹溪馆。
看完白毛台的2个设施以后呢，白冷圳在这边进入2号隧道。长达2公里的2号隧道，越过这一段非常险峻的白毛山山壁，我们的旅程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现在就去白鹿地区。现在时间5点，天色已亮。停在这里，那边视野比较开阔。好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鹿吊桥。依照规定，吊桥上是不能骑车的，所以我要牵车过去。我们出发喽！这条白鹿吊桥是台中最长的吊桥，也被人称为是最美的吊桥。原本白鹿地区的居民对外交通都靠八仙山林铁，民国48年的87水灾冲毁了铁道，居民对外交通变得非常的不便，所以逐渐搭起了这一座吊桥。而白冷圳也在白鹿地区，当时也必须靠这一座吊桥才能抵达维护。这个地方就是白冷圳了。沿着这一条路，因为水流会比较平缓，所以这一条路骑起来应该会蛮舒服的。为了安全起见呢，我还是戴上手套。等一下呢，我要先往那个地方过去。特1号岛虹溪宫，这一个红色铁桥看起来有点像渡槽，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渡槽，它只是一条车道而已。当时桃枝台风的时候，这边土石流冲下来，把它全部冲毁了。白冷圳的水道嘛，到这里，然后虹溪管就从这边冲下去，冲到下面的河谷，然后过去，然后再冲上来。这一段虹溪管非常的短哦。看到这个特制备的特1号岛虹溪宫，就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灾难啊。民国90年的桃枝台风引发了土石流，冲毁了原本的2号渡槽，这里也变成容易土石流的地区。为了避免水圳再次被冲毁，所以决定在这边建造一个新的岛虹溪管，并且埋在地下，这样就可以让水圳逃过各种土石流的灾难了。接着继续启程深入，我要去寻找白冷圳最长的隧道2号隧道，又是奇境在 Google 地图上没有的道路。据说那边有一个很大很酷的涵洞，是它的入口。当我还觉得路况会像现在一样舒服的时候，结果呢？哇，各位看泥巴有多深，我的脚踏车踩出了那么深的路基啊！哇，这滩水太深了啦，不行啦！1号小隧道在1+643的地方，然后2号隧道的入口在2+119，哇，很远呢，不行，但过去太危险了，好吧，没关系，我们返回，还有其他设施可以看。就因为发生这个状况，我决定采购一双适合行走在泥泞的鞋子，这个地方也列入下一次的复仇名单。哇，太阳出来了，这里刚好适合飞空拍机啊。不过很大的几率应该是看不到，因为它应该是在树林里面。确实啊，什么都看不到啊。终于到最后了，现在就出发去看看沉沙池以及1号隧道。沿路开始遇到一些登山客，可能他们要去爬古关7雄之一的白毛山吧。好，来到了1K， 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前面就可以看到沉沙池，还有1号隧道。喜欢踩点界标的人可以来这边哦。这个界标应该是跟白冷圳有关系哦。到了沉沙池，我本来要走过去，但那边有一滩水非常的深啊，感觉我走过去我的脚就没了，不是脚就没了，脚就湿掉了。这边的水流声非常的舒服哦，它不是像我们一开始在上一部影片遇到的那个沉沙池一样非常暴力的水流声，因为它的下来的水就只有这样短短的一节而已。这边是白冷圳最大的沉沙池，那个小房子是水文观测室。这个沉沙池原本没那么大，921地震修复的时候，顺便把它扩大了将近1倍。沉沙池紧邻的就是1号隧道的出口，而1号隧道入口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终点白冷圳取水口。走回车上，终于要前往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地点了——白冷圳取水口。
开车跨越马鞍坝，最终会抵达天伦白冷吊桥。这一侧在日治时期是白冷义勇监督所，同时也是前往白冷圳取水口的唯一一条道路。好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伦白冷吊桥。这个吊桥好像又名为三民吊桥，所以这个吊桥有2个名字哦。我现在在吊桥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在我的身后就是天伦发电厂。那时候天伦发电厂改建，增加了发电量，用水量也变大，造成大甲溪的水位下降。当时台电为了解决白冷圳水量降低的问题，所以就在出水口的里面那边做了一个连通管，连通到我等一下要去的白冷圳的入水口的地方。跟着指标走，穿越民宅旁的小径，这条小路走进森林当中。这是一条日治时期就存在的通道。大概不到1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白冷圳的相关设施。这里边有一个很可疑的铁皮，为什么会有铁皮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入口啊！哦，这铁皮实在是有够重。如果遇到原住民出草，日本的管理员就可以直接从这边下去逃生。这也是日治时期的白冷圳管理室，这边有办公室，也有宿舍。这里位于日本当时理番政策的大甲溪义勇线上，因为会有原住民出草的风险，所以盖有地下逃生通道。不过连到哪里我就不太确定了。旁边这个向上的楼梯，上面有八仙山临铁的设施。在前往本系列的终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国民政府来台以后拆除掉的神社。这一段阶梯往上走，石头上长了很多青苔，非常的滑，每一步都要非常的小心。这里现在叫做白冷圳回水灌溉工程竣工纪念碑。台电做了一个引水道，把水引到白冷圳，完工通水以后，就在这里做了一个纪念碑。地上还看得到鸟居的基座。这里原本是水分神社，用意是要感谢白冷圳。虽然已经没有神社了，但信仰的力量还在。人们感谢白冷圳的重要性，新设当地的民俗有酒庄妈祖巡水的活动，人们扛着妈祖的神轿走遍白冷圳的水道。每年的白冷圳文化节，当地人会号召一起整理水圳，这也算是感谢白冷圳造福当地的心意吧。前往入水口的大门关闭，但是旁边有一条小径也可以进入。这条小径的旁边就是相当深的悬崖，下面就是大甲溪。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1号隧道入口就是在这个洞的下面，很深哦。哇，超级深的啦！这个地方有写白冷圳入水口历史建筑，但其实入水口并不是这里哦，这边是一个治水井哦。日治时期的入水口在这个上锁大门后面。2005年的时候，在旧的入水口的外面加了一座墙，有效避免了因为河水暴涨，入水口被淤积的泥沙掩埋的困扰。很可惜没办法亲眼看到日治时期的入水口，但是这一个深达20.6公尺的治水井也是非常的震撼。看完取水口后，白冷圳的寻源之旅也到这里完结了。特别感谢频道会员以及给我超级感谢的所有人，也谢谢你喜欢我的影片。在开始制作之前，对于白冷圳的历史一无所知。经过这次前往当地深入体验探索，发现这条不起眼的水道承载了多少历史的重量。日本殖民时期，因为宗主国的需求，压迫当地人交出土地，让许多人陷入经济的危机。但现在看来，新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也是因为这些建设而起飞。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条产业的生命之泉。留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风景，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不起眼的设施，你可能根本不在乎它的存在，它却在那边默默等你去发掘。我是演员，今天影片先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见。有神无庙的酒庄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庙的，没有哦。好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利埔社区。我来这边找看，好像有一个叫做马利埔事件纪念公园，这边竟然还有彩绘像。但是纪念公园已经变荒地了，不会像某些地方的彩绘像都画一些跟当地没有关系的图，甚至有些图可能是连版权都有问题。